这天，生活在纽约市区的中年主妇萨莉惊恐地发现，自己失踪4年的丈夫朴哥早就遭人杀害。不仅如此，凶手在杀死朴哥后，还将他的尸体砌进了萨莉家客厅的墙壁夹缝之中。也就是说，萨莉在不知不觉中竟跟丈夫的尸体生活了整整4年。而她能在4年之后发现这个恐怖的秘密，则是因为一起离奇的爆炸案。就在几天前的中午，一家网络公司租住的办公大楼突然发生爆炸，并造成2人丧生、11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爆炸源是安装在大楼通风管道内的一枚自制炸弹。纽约警局特聘刑侦顾问夏洛克·福尔摩斯在勘察现场时，找到了一块小型的电路主板以及一些可疑的报纸碎片。夏洛克怀疑这些报纸碎片是凶手用来填补自制管状炸弹中燃料和雷管之间的空隙。小型电路主板则像是来自老式寻呼机，这种寻呼机是多年前的通讯设备，如今早就没有人使用。应该是凶手将一部老式寻呼机改装成了远程炸弹引爆器。纽约警局鉴定科很快证实了夏洛克的猜测，爆炸现场找到的小型电路主板确实来自一部能够引爆炸弹的寻呼机。只要在短时间内连续3次拨打这部寻呼机的号码，就能在任何地方将装在事发大楼的自制炸弹引爆。根据这条线索，警方不久就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此人名叫龙涛，是一名管道工人，曾经为了骗保烧毁了自家房屋，并因此坐了6年牢。几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爆炸案发生的当天，正是这个龙涛连续拨打了3次寻呼机号码，引爆了自制炸弹。不过在面对警方盘问时，龙涛矢口否认自己跟爆炸案有关。案发当天的中午，他点了一份外卖，但迟迟没有等来送餐，所以就给外卖店打去催单电话。没想到外卖店的电话始终打不通，龙涛最后重拨了3次号码，才发现自己拨错了其中的一个数字。如果他的这番证词属实，那么就说明龙涛是在拨错电话号码的情况下，意外引爆了安装在事发大楼的自制炸弹。夏洛克随即核实了龙涛的证词，发现引爆炸弹的寻呼机号码确实跟一家外卖店的订餐号码只相差1个数字。看来龙涛并未撒谎，而且在夏洛克看来，自制炸弹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过程，制造者必须拥有认真严谨的态度，才能精确配置好所需的原料。而眼前的这个名叫龙涛的管道工，手腕上戴着的手表足足慢了10分钟，裤子上的拉链也只拉了一半，看上去是一个粗枝大叶之人，完全不像是能够制造出炸弹的元凶。并且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龙涛与被炸的网络公司以及事发大楼的业主之间都素无瓜葛，根本没有理由制造这起爆炸案。由此看来，凶手恐怕是另有其人。为了寻找更多破案线索，夏洛克随即仔细检查了警方找到的炸弹碎片，结果发现自制炸弹使用的电池早在4年前就已停产，市面上现在已买不到这种型号的电池。此外，夏洛克还注意到爆炸现场找到的报纸碎片上的报道也都是4年前的新闻。夏洛克不得不怀疑，管道工龙涛引爆的炸弹或许早在4年前就被人安装在了事发大楼的通风管道里。果真如此的话，龙涛肯定不会是凶手，因为4年前骗保失败的龙涛正在监狱坐牢。问题是，制造炸弹的元凶为何在安装完炸弹之后没有立即将其引爆，而是等到4年后被一名毫不知情的管道工人意外引爆了呢？在后续的调查中，夏洛克很快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原来在4年前，事发大楼附近没有建造信号塔，换句话说，引爆炸弹的寻呼机在当时无法接收到信号，因而凶手在安装完炸弹后才没能通过拨打寻呼机号码的方式远程引爆炸弹。由于在炸弹碎片上没有提取到任何指纹一类的信息，夏洛克和纽约警方暂时只能从凶手作案的动机着手调查。值得一提的是，爆炸案发生的大楼4年前的租赁者并不是现在的网络公司，而是一家公关公司。夏洛克怀疑这家公关公司才是凶手针对的目标。那么只要能找到跟公关公司存在恩怨的人，或许就能锁定凶手的范围。想到这里，夏洛克带着自己的助理兼私人女看护华生，循着地址找到了公关公司目前的办公场地，见到了该公司的女老板关姐。夏洛克走进关姐的办公室时，关姐正在低头玩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夏洛克自己对填字游戏也相当痴迷，作为同好，他和关姐见面后谈得非常投机。据关姐回忆，他的公司在4年前突然收到一封署名地球自卫队的恐吓信。这个所谓的地球自卫队是一个极端的环保组织，
关姐的公司曾为多家化工污染企业处理过公关危机，因而引起了地球自卫队组织的强烈不满。这个组织在恐吓信中扬言将会炸毁关姐的公司，而在关姐公司收到恐吓信之前，地球自卫队就已经针对多家化工企业制造了爆炸袭击，并且这些企业在爆炸发生之前都收到过类似的恐吓信件。警方4年前专门调查过地球自卫队，但并未查到该组织的任何成员信息。关姐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最后将整个公司搬离了原来的办公大楼。如果关姐的话属实，那么这个名为地球自卫队的极端环保组织确有可能是此次爆炸案的元凶。夏洛克在回到警局后，调取了地球自卫队组织的相关资料，结果发现这个组织邮寄的几封恐吓信中使用的都是一些相似的语句，来宣扬该组织的环保理念。巧合的是，类似的语言和话术，夏洛克前几天刚好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一名受访者说过。这名受访者名叫老胡，自称是一名环保专家。夏洛克怀疑老胡就是地球自卫队的一名成员。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随后通过警方提取到了老胡的指纹，与警方此前在一起化工厂爆炸案中从炸弹碎片上提取到的指纹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二者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这个老胡至少参与了针对多家化工企业的爆炸袭击。面对警方的审讯，老胡倒也痛快，他承认自己就是地球自卫队的成员。准确来说，这个组织其实只有老胡一个人，他是为了干扰警方的调查，才对外渲染地球自卫队是一个成员众多的组织。不过老胡只承认自己袭击过几家化工污染企业，以及给关姐的公关公司邮寄过恐吓信，而坚决否认最近造成2死11伤的办公大楼爆炸案是自己所为。老胡声称自己给公关公司邮寄恐吓信，只是想威胁关姐以后不要再助纣为虐，给污染企业处理公关危机。他从未想过真正炸毁关姐的公司，更没有在办公大楼里安装炸弹。毕竟制造污染的罪魁祸首是那些化工企业，公关公司仅算是拿钱办事的帮凶。老胡认为自己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不会干一些本末倒置的蠢事。夏洛克直觉认为老胡不像是撒谎，而且他已查到老胡在几起化工厂爆炸案中使用的都是牛粪制造的环保炸弹。这类炸弹虽有一定的爆炸效果，但杀伤力十分有限，所以几起案件都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而此次办公大楼爆炸案中，炸弹是用化学物品制成，的确不像是老胡的作案风格。此外，夏洛克将爆炸现场收集的报纸碎片拼合起来，并从中发现了一些字母凹痕。这些凹痕看上去是有人用报纸垫着写字时，笔尖力透纸背后留下。夏洛克将这些凹痕拓印之后，得到了一个生僻的单词努佛卡因。据夏洛克所知，努佛卡因是一种麻醉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单词应该是炸弹制造者在用报纸垫着书写时，无意中印在了报纸上。通过字迹比对，这个单词的书写风格跟老胡的笔记完全不同。倘若老胡真的不是凶手，那么此次爆炸案的元凶会是谁呢？而且除了老胡之外，警方并未找到其他跟关姐的公关公司存在恩怨的人。夏洛克思来想去，忽然觉得公关公司的内部员工也有作案的可能性。也许某个员工对女老板关姐或其他高管心生不满，所以趁着公司收到老胡恐吓信的时机，在通风管道内安装了炸弹，想要以此报复公司。这样一来，就能将制造爆炸的罪行嫁祸到老胡的头上。顺着这个思路，夏洛克查到了一个名叫朴哥的嫌疑人。据公关公司的人事总监透露，朴哥在任职期间深受女老板关姐的赏识，短短1年时间，关姐就将朴哥从普通员工提升到了部门经理的岗位上。可是朴哥不仅没有心满意足，反而野心更加膨胀。他多次向关姐和人事总监索要更高的职位和薪资，人事总监为此跟朴哥还爆发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谁知这场争吵之后，朴哥就突然失踪，再也没有来过公司上班。现在想来，朴哥失踪的日期是在公关公司搬迁的前不久。人事总监怀疑是朴哥索要职位和高薪未果，对自己和关姐不满，这才在公司所在大楼里安装炸弹，然后畏罪潜逃。夏洛克显然不认同人事总监的这般推测，理由很简单，朴哥失踪时炸弹尚未被引爆，甚至没有人知道这枚炸弹的存在。既然如此，朴哥又怎么会为罪而潜逃呢？在结束对公关公司人事经理的问询后，夏洛克带着华生直接来到了朴哥的家里，见到了朴哥的妻子萨莉。萨莉哭哭啼啼地推测，丈夫朴哥可能早就不在人世，因为朴哥当年失踪时，
没有从家里带走任何衣服和钱物。一个准备逃亡的人，怎么可能会身无分文地离家出走呢？谈话间，夏洛克注意到萨莉家客厅的一面墙壁上挂着几个装饰画框，画框旁边的壁炉上摆着一张萨莉和朴哥的合影，照片的背景就是萨莉家客厅里挂着画框的这面墙。夏洛克总感觉这张合影照片看上去有些古怪，随后他暗示华生以上厕所为名支开了萨莉。当萨莉领着华生前往厕所时，独自留在客厅的夏洛克迅速摘下墙壁上的画框，而后用手仔细摸了摸墙壁，最后又将画框重新挂了回去。在告别萨莉回警局的路上，夏洛克将自己的发现和推理告诉了华生。原来夏洛克刚才敏锐地察觉萨莉家客厅墙壁上画框的间距和位置跟照片上的画框间距和位置明显存在细微的差距。夏洛克怀疑是有人曾将画框挪动了位置，不过他刚刚仔细检查了一遍墙壁，发现原来挂画框的位置并没有留下钉孔痕迹，这说明这面墙壁被重新粉刷过。此外，墙面上出现了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隆起部分，夏洛克据此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他认为是有人杀死了朴哥，并将其尸体用塑料袋封装后砌进了这面墙壁的夹缝之中。墙面出现的隆起部分应该是尸体腐烂后产生了气体，导致包裹尸体的塑料袋发生膨胀，将墙面挤压变形所致。华生对夏洛克的这番推理倍感震惊，两人返回警局后立即将此情况同步给了警方。警方很快带着搜查令凿开了萨莉家客厅里挂画框的墙壁，果然在墙体内找到了一具被塑料袋包裹的干尸，死者正是萨莉的丈夫朴哥。朴哥的死亡时间是在4年前，死因是头部遭受枪击。萨莉在得知丈夫的尸体居然被人藏在自己家中，顿时陷入极度震惊的状态。据他回忆，朴哥失踪期间，他刚好在国外探亲，等他3个月后返回家中时，发现朴哥早已不知去向，家里的墙壁也没看出什么异常。警方随后核实了萨莉的证词，确认他并未撒谎，这就意味着朴哥的死跟他的妻子萨莉没有关系。除此之外，办案警员在朴哥的口袋里找到了一把钥匙，从钥匙上印制的标志和号码来看，这是当地一家银行私人储户保险柜的钥匙。夏洛克·华生随即跟着一名办案警员来到这家银行，用钥匙打开了对应的保险柜。保险柜里除了一盘老式录影带外，别无他物。由于警局内已经淘汰了这种播放录影带的设备，夏洛克只得将这盘录影带带回家中播放。结果发现里面是年轻时的朴哥跟一名应招女郎的寻欢视频。从视频拍摄角度来看，似乎是朴哥提前在现场藏匿了一台摄像机，故意偷拍了自己和应招女郎的皮肉交易，然后将这种视频当成了私人收藏。令夏洛克感到惊讶的是，视频中的应招女郎竟然是年轻时的公关公司女老板关姐。看到视频中不堪入目的场景，夏洛克猛然意识到自己此前的推理出现了重大失误。朴哥根本不是炸弹的制造者，而是炸弹制造者袭击的目标。真正的凶手正是公关公司的女老板关姐。第二天一大早，警方将关姐传唤到了警局。夏洛克当着她和一众警员的面开始了自己的推理。他认为年轻时的关姐为了积累创业的资金，选择了来钱快的皮肉生意，而朴哥正是她的一个客人。后来关姐的公关公司慢慢走上正轨，她本人也将年轻时的不堪往事渐渐淡忘。可是在一次招聘过程中，他意外撞见了前来应聘的朴哥。朴哥不但认出了关姐，还用以前偷拍的两人苟且的视频当作筹码，成功从关姐手里获得了工作，并在短短1年时间内当上了部门经理。尽管如此，自认为掌握着关姐致命把柄的朴哥仍不满足，他不断向关姐索要更高的职位和薪资。关姐终于发现朴哥是一个欲壑难填的无赖，想要彻底摆脱此人，又能维护住自己脸面的唯一方法就是寻机除掉对方。为此，关姐趁着收到老胡恐吓信的契机，在公司所在大楼的通风管道内安装了一枚自制炸弹。她原本的计划是找一个朴哥独自在公司加班的时机将其炸死，然后将爆炸案的罪名嫁祸到邮寄恐吓信的老胡头上。谁知在安装好炸弹后，关姐才发现引爆炸弹的寻呼机接收不到信号，致使其炸死朴哥的计划失败。于是他又趁着朴哥妻子萨莉出国探亲的机会，潜入朴哥家中将其枪杀，并将尸体砌进了墙壁之中。夏洛克刚刚查到关姐已故的父亲不但当过开采矿工，而且做过建筑工人，想必关姐制造炸弹和砌墙的手艺都是从父亲手里学来。而关姐在公司搬家之前没有拆走办公大楼通风管道里的炸弹，
估计是拆除这枚炸弹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他才干脆放任不管。听完夏洛克的推理，关姐强作镇定，他承认自己当过应招女郎，但坚称没有杀害朴哥，并指责夏洛克的推理都是毫无根据的诬陷。对此，夏洛克早有准备，他告诉关姐，自己将在爆炸现场找到的报纸碎片拼合起来后，从中发现了一个生僻单词努佛卡因的凹痕。这个单词正是4年前报纸上登载的一期填字游戏的答案，而关姐刚好是一个填字游戏的爱好者。夏洛克此前已将从碎报纸上拓印下来的努佛卡因单词跟关姐的字迹做过比对，结果显示碎报纸上的这个单词的凹痕正是出自关姐的手笔，这至少证明爆炸案中凶手使用的炸弹跟关姐存在莫大关联。听到这里，关姐立时陷入身心俱疲的状态，随即承认了自己的罪行。